今天是西班牙的国庆，好混乱啊！今天我今天特别的警惕，你看我的包是这样背的，我放在我的衣服里面，奇怪的味道，奇怪的人，奇怪的小巷，所以你们去买骨折的时候要小心。如果这个区的话，晚上就不要去了。它就是那种你在那边吃没感觉有什么好吃的，但是你走这样会想念它。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那边拍结婚照，因为说这个桥其实是被人诅咒过的，因为这个桥底下有一个被匕首刺穿的头骨，你看。被匕首刺穿的头骨，然后这里一个亚洲人都没有，这应该是一个品茶室，非常不错。看在墙上的书法写的 ，Oh my god， 看到了 protest tourists go home。Hola todos， estoy en Barcelona。这是我这次订的 Airbnb， 你看这个小床特别好，这是其中一个房间哦。给你看隔壁房间 ，Cuarto dos， 让我开这个窗帘。看我的客厅非常漂亮，虽然窗景有点不太好，但是把窗帘一拉，啥也没有。这是客厅，这看起来也非常的不错，不错，这次订的民宿非常不错。在中国你们刚过完国庆，今天是西班牙的国庆。有时候你今天在大街上，大家都特别多人，而且大家看起来很开心。我问人家是因为国庆节，我想到哦，对，确实，因为前两天我在马德里有看到街上会有那个各个他们之前殖民的那些南美国家，在街上会有那花车表演。然后在巴塞罗那这边也有，在那个好像是这边吧，被路给拦起来了。我今天特别的警惕，你看我的包是这样背的，我放在我的衣服里面，而且我不拿相机，我拿手机拍吧，这样目标看起来小一点。我发现了一辆车，它怎么这么闪？它是甲壳虫吗？国庆节不但是全面这种放假喽，各种店面打折喽，他们还有很多那种活动，什么 party 啊，或者是各种节日。比如说酒吧，这一个就是明天13号的 discoteca， 是一个表演，然后35欧的门票。这边都是一些乐队在那边唱歌跳舞表演，来自厄瓜多尔。在马德里郊外还有很多节，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叫做中世纪节，就在里面的人他会扮成中世纪的装扮，穿那种很古的衣服，还有什么铠甲之类的。如果你有中世纪衣服，你去那边拍照肯定好看，因为它那个房子的一些小镇都是那种很中世纪嘛。By the way， 这一次来阿布扎比不错，这一次来这一次来巴塞罗那，我能明显感到这边移民变多了，就街上除了西班牙的人那种，变多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区叫做我写出来，那个区不是很安全。我昨天去买骨折的时候路过了，不小心路过了，我感觉说，奇怪的味道，奇怪的人，奇怪的小巷。Oh my god， 那个区就是在市中心，就是在身后这个拉姆兰，就是这个旅游大街的旁边。所以你们去买骨折的时候要小心。如果这个区的话，晚上就不要去了，因为太多那种奇怪的小巷，也不知道那巷子里面会突然窜出个什么人。上一次我来这边，我路过这个拉姆兰大街，我想说，晚上住在这边会不会很方便，会很好？然后我这次订民宿本来就想要订这边，一看评价说晚上很吵，3点钟睡不着，好的，放弃。但是在巴塞这个街真的是很漂亮。哎呀，今天没有太阳，不然有太阳的话，这个阳光从这个斑驳的树叶上射在脸上，就那种很柔和的，然后有点阴影的，真的很漂亮。在巴塞不是说除了高迪3件套，还有这些普通人住的房子也是那种一种艺术品吗？你看这房子是不是好漂亮？好多装饰啊，美。我今天中午来吃一个厄瓜多尔餐厅，因为看那菜单感觉跟哥伦比亚菜有点像，毕竟确实，因为厄瓜多尔跟哥伦比亚跟那个委内瑞拉，他们之前3个国家是一个国家，跟他们国籍也很像，只不过加一些各种什么新鲜什么其他的。所以呢，虽然我马上回哥伦比亚，但是哥伦比亚菜它就是那种你在那边吃没感觉有什么好吃的，但是你走这样会想念它。我一来到这边就知道他们店员肯定是南美人，因为他们说 Jugo， 像西班牙人他们都会说 Sumo， 都是果汁的意思。所以你看你学西班牙语学的是 Jugo 还是 Sumo？ 上菜了一大份，这一个就是我非常想念的那个西班牙哥伦比亚这个香蕉饼。它这香蕉饼还真的不是普通的我们在超市买那种香蕉，它是那种比较轻、比较大、比较粗、比较短的香蕉。你先给它煮熟，捞起来再加成泥，再放到锅里面去炸。所以你要炸的好看，炸成一个饼状还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试过很容易就碎掉。天哪，这看起来太哥伦比亚，浅吃一下。就很多人问我说在哥伦比亚吃什么菜，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哥伦比亚菜就是这种一大盆给你分好的蛋白质、碳水跟青菜。所以你说它健康吧，但也不是很健康，都很多炸的。但你说它不健康吧，就好像也还行。就是哥伦比亚的味道。刚刚这一顿吃的加上喝的，就一共是23欧。我一般在欧洲旅行的话，一天我是吃2顿，因为早上起来也没有什么早上可以吃的，顶多吃什么小面包。那么我一顿一般就吃20欧左右。就是那种正餐，餐厅里面吃饭的话，当然你自己做肯定更便宜了。所以一天吃喝就纯吃纯喝，一般就是40欧，最多50欧。如果你要喝奶茶的话，这边奶茶一般是5到8欧一杯。所以你这样就可以算一下，在欧洲1个月大概花多少钱。因为在欧洲主要贵的就是贵在那个住宿，所以你可以这样算一下，你来欧洲如果想要旅居一下，要花多少钱。这是在外面吃饭的价格，如果你在那边自己做饭肯定是巨便宜的。
而且我之前对于巴塞罗那就是很不屑一顾，就就是一个哎呀大家都去烂的地方，很多游客，然后这边也没有感觉到很多什么西班牙文化。但是这一次来呢，感觉很不一样，就是虽然它游客多，但是这也证明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啊。而且游客多，只要不是奇怪的人，不会影响到我，就多就多呗，无所谓。我这边操什么心啊？所以现在我也来了，看我这头上这个小居民的这个巷子。现在我走着走着，我来到了这个老城区，就是古区。我看了一下，这个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哦。前面这是一个拍照的地方。这个超搞笑，在 Google Maps 上面有人评价说，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这边拍结婚照，因为说这个桥其实是被人诅咒过的，因为这个桥底下有一个被匕首刺穿的头骨，就感觉在这个地方拍结婚照，好像不太吉利吧。哦，你知道刚刚经常给你到这个给你拍照片，好像是1欧吧，还是看你多少你自己给他给，他就是拿一个老相机给你拍出来就是一个黑白的，非常复古，也很好看，也不错。给你看一下桥底，当当，桥底来了，你看。被匕首刺穿的头骨，所以说在这边拍结婚照的话，真的好多人在那边合照，那我浅合一下吧。那个桥出来就是城市广场，在西班牙特别常见，你就坐小轿车出来，开阔了就到广场了。这边这个是加泰罗尼亚政府沟，因为巴塞罗那它其实是等于说加泰罗尼亚省，不是省，是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塞罗那就是这个自治区的首府，所以这边它除了讲西班牙语，他们还讲加泰罗尼亚语，有点地位像是中国的粤语，也是挺重要的。又路过这家百年蜡烛店，这家店的东西真的很可爱，而且卖的一点都不贵。它虽然是100年，可它很平价。哦，有点梦魇。哇，超级可爱，超级好看！我觉得买来送人，摆在家里面这样一个，放在你的卧室，谁还舍得点？你看这个香菇做的多真，才10欧，我一顿饭都20多欧了。所以这个很适合拿来送人啊，多 Q 啊！天哪，这个也太可爱了，这个螺纹打开就更可爱了，可以送给你的海岛朋友。这一套可以送给你爱做饭的朋友。妈妈咪呀，每一个都超级可爱，像大灰鲸啊，这个小锅，这个小螺，这个小海马。在这中心广场的时候，路过了一个艺术家画廊一样的地方，应该是他们自己画，因为我看有几个爷爷，他们就拿个本子就画他们自己的画作。如果你想要当地买一些特色画，你可以支持一下当地的艺术家。哦，这个好看。我喜欢这个，这是不是圣托里尼啊？是的，果然exhibition 就有大号的，也有小号的。这个就是水彩画出来的街景速写，挺漂亮的。我来喝一个茶拿铁。哇，好多人啊！chai latte。这里肯定是个品茶室，它这个茶先让你选你的茶是什么茶，再选你要加什么东西进去，再选你要选什么奶，非常专业。反正我一动乱选，我就说都是第一个。这里好多茶罐子，然后这里一个亚洲的都没有，这应该是一个品茶室，非常不错。看到墙上的书法写的，我刚进来之前我还以为这是一个那种巴基斯坦或者印度的茶店，结果竟然是西班牙人开的茶店。看天上这个什么，我前2年在马德里听到那个飞机飞得特别的低，我想说，马德里应该不会打仗嘛？后来想说，因为是国庆，他们在彩排那个飞机拉这个彩符。Oh my god！ 看到了 protest tourists go home。whatever， 那些西班牙人也挺生气的，也不喜欢老头做这件事情。来品尝一下我这个西班牙人做的 chai latte 吧。好喝，好喝，好喝！我现在要去地铁站路上，我走到这条街，这个就是那个加泰罗尼亚广场里面往他们走过来。你看这条街有多漂亮，你看这些建筑有多漂亮，我就不说话，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哎呀，好美啊，特别的宽敞，而且这边。但是因为巴塞是一个世界上的旅游热门地嘛，像这种房子，如果你想要租那种长租的，根本租不到，全部都做成了 Airbnb， 做成了那种民宿。这边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在抵制游客？女商家肯定不抵制，挣钱。但是普通人的话，比如说你是西班牙隔壁城市的人来巴塞罗那打工，你连房子都租不到，要不然租在很偏的地方或很贵的地方。而且游客的话，把当地的物价都带高了，当地人就会叫苦不堪。哎，你能理解。我先来到一家店，你听听这个背景小音乐放的太高雅了。他们家卖的，我以为是卖古董，结果就是卖这些饰品，这些都装饰品而已。他买的这种饰品，还有这种头花跟项链、胸针什么的。然后这一些它不是古董饰品，它就是一个古董的设计，然后是银的，但是新的，就是没有人戴过这种。哇，再配上这个音乐，绝了！你看这个真的很美，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样场所我是可以穿的，但是我去平常看一看也陶冶一下情操，累积一下审美啊，真的很漂亮。这是它店面门头，这是它旁边放的东西。哇哦，
太美丽了。从毕加索博物馆那条街出来，哦，哇，这个巷子看起来很好逛的样子，有一种天方夜谭的感觉。如果这边全亮黄灯。¿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e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Yo no sé. Yo no sé si volveré a querer. Yo no sé. Yo no sé. He querido volver a vivir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Ay,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e a mí? ¿Quién será?